听到叶晨答应自己的请求，刘家辉内心激动得无以复加。他这辈子接触过的最有钱的人便是港岛李家人，但是李家在费家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，所以刘家辉觉得如果能有机会跟费家认识，对自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稍后我们就先去饭店吃饭，我让我老婆提前过去准备，曼琼也会过去跟我们一起，吃过饭之后，我带着老婆跟你一起去机场迎接费小姐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，安排的挺合理，就按你说的来吧。刘家辉嘿嘿一笑，连忙又问，对了叶先生，费小姐这次来港岛，准备在哪里下榻？我记得港岛好像没有费家的产业，如果让费小姐大老远过来住酒店，实在是有些怠慢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叶先生可以邀请费小姐也住到在下家里，在下家中10几间客房，绝对够费小姐一行居住。叶晨微微一笑，这个我不好替他做决定，还是等他来了再说吧。好，刘家辉爽快地点点头，笑道，叶先生稍等片刻，我这就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让她穿得隆重一点。中午时分，叶晨与刘家辉一起来到他早就预定好的高端悦氏酒楼。此时方嘉欣已经穿上一身非常端庄的连衣裙，在此酒楼门外等候。见到叶晨与刘家辉乘坐的车队来到，他立刻迎上前来，待车停稳之后，主动替叶晨打开了右侧的车门。叶晨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养尊处优的方嘉欣竟然会主动给自己开车门。正想说两句客气话，便见方嘉欣带着几分谄媚地说道，叶先生，酒席已经备好，就等您大驾光临了。叶晨微笑道，刘太太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方嘉欣忙道，这都是应该的。说着他连忙又道，对了叶先生，我也不知道您都喜欢吃什么，所以就跟这里的老板打了个招呼，让他把所有菜式都准备一份，到时候您每样都尝一点，看看最喜欢吃什么。叶晨眼见方嘉欣对自己的态度比今早还要好上几分，便知道肯定是因为费可欣的事情，使得自己在他眼里的实力又有了不小的提升，所以他才会如此谄媚。不过叶晨倒也没太在意，他现在想的是方嘉欣如此盛装打扮，准备下午跟着刘家辉一起去迎接费可欣，可如果在机场接到了陈兆忠，他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？此时叶晨和刘家辉都走下了车，刘家辉一脸笑意地对方嘉欣说道，你今日打扮的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好像一下又年轻了不少。方嘉欣羞答答地笑道，既然要见贵客，肯定要精心打扮一下，不能给你丢脸啊。这时候刘曼琼的特斯拉也开到了酒楼门口，车停稳后，他便从车里走了下来，看到叶晨，表情下意识地浮上一阵喜悦，随即快跑2步来到跟前，开口道，不好意思叶先生，我来晚了。叶晨笑道，不晚，我们也是刚到。刘家辉看着女儿笑道，曼琼，下午叶先生有一位贵客来港岛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机场迎接一下？刘曼琼惊讶地问道，是叶先生的朋友吗？叶晨开口道，是我一个美国来的朋友，不过曼琼小姐还有义卖的事情，就别跟着往机场折腾了。对叶晨来说，他只想把刘家辉带到机场去。如果刘家辉想带着方嘉欣，亦或者方嘉欣自己也想跟着一起去，叶晨倒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反正今天下午钟叔从机场海关出来的那一刻，就是自己跟刘家辉亮剑的时候，让他老婆在旁亲眼见证，倒也没什么不妥。但是叶晨唯独不希望刘曼琼也跟着一起，毕竟经过这2日的相处，
叶晨对刘曼琼这个女孩是颇为认可的，叶晨也不希望她亲眼看着自己与她父亲产生冲突。更何况叶晨这次来港岛接近刘家辉，本身就有所隐瞒，所以也不希望当着刘曼琼的面撕掉自己的伪装。按照他的打算，自己在机场把所有问题都妥善处理完之后，就不再与刘家辉一家继续接触了，自己和刘曼琼的交集也将在这顿饭后画上句号。刘曼琼并不知叶晨心中所想，他原本是希望能一起过去，接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与叶晨一起。但听到叶晨不想让自己一起，他便也只能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我吃完饭还要回尖沙咀，就不陪你们一起了。也行，刘家辉倒也没觉得有何不妥，笑着说道：如果叶先生的朋友也愿意住到我们家的话，晚上就在家准备一顿家宴，到时候你在一起。刘曼琼忙问叶晨：叶先生，晚上还去小吃街吗？叶晨没给明确的答复，而是开口道：下午看看情况吧。好，刘曼琼也知道，既然有客人来，而且还有可能住到自己家里，自己跟叶晨单独去小吃街的计划恐怕只能延期，于是便道：那我下午等你消息。好。下午1点，吃过饭后，叶晨与刘家辉一家3口一同走出酒楼。刘家辉对方嘉欣说道：老婆，你还是自己坐一辆车，我跟叶先生坐一辆。方嘉欣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好的，我坐前面那辆。叶晨这时候对刘曼琼说道：曼琼小姐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刘曼琼点了点头，冲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叶先生记得下午给我个回复。没问题。眼看刘曼琼坐进特斯拉里，叶晨心中忽然有几分不忍与不舍。无论自己今天办完事之后是否离开港岛，刘曼琼都将在事情过去之后得知自己这次来港岛的真实目的。到时候他肯定会对自己非常失望，认为自己这2天不过就是逢场作戏，甚至是在有意的欺骗他。叶晨打心里不愿意他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伤害，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，这一次如果想完全解决钟叔的麻烦，又不伤害到刘曼琼，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无论刘曼琼与他父亲关系如何，自己首先是欺骗了他，但是这一点就一定会让他失望受伤。此时此刻，叶晨有些后悔自己之前接受刘家辉邀请住到刘家辉家里的决定。如果自己不住到刘家去，起码不会跟刘曼琼有什么交集。而现在木已成舟，自己就算后悔，也不可能再重新选择一次了。